离就给前妻送男人。李大仙尊，你这礼送的是不是有些太贵重了？既然能送一个，怎么不多送几个？我也好比对一下哪个更好用啊。和离吧，这箱子里的东西是我留给你的补偿，足够你在这凡间富贵一生。哎呀，李仙元这人倒真大方，和离竟然还送个大活人，这可真是个实实在在的惊喜箱子。谢谢你送的箱子，里面的男人很好用。对了，我们准备成亲了，他到时候要在温宴现场表演后空翻，你要来看看吗？你给我看清楚，我送你的是灵虫，根本没在箱子里放男人。夫君，我只是说丢了一只下蛋的老母鸡，你怎么把整座山都给劈开了呀？仙尊，终于找到您了，您可是封印魔尊的天之骄子啊！天之骄子，封印魔尊。那这个3年前被我捡回来跟我拜了堂的男人，居然是你们的救世主！难怪我觉得你力气大。这3年里，你天天喂鸡喂鸭，替猪接参，每天晚上还非得给我讲修仙的大道理。原来你是修仙的大人物。对不住，陈姑娘，本座记忆已恢复。如今天下苍生正受魔族侵扰，我必须回去救世。没事，天下要紧。不过快秋收了，你倒是要是有空，能不能回来帮我割个麦子？以前你一个人能顶我们全村的壮丁，割麦年年拿第一，还替我赢回了一大群老母鸡呢。我一个人实在干不完活，要是没你在，我的收成可就真没指望了。陈姑娘，仙尊在你这山野之地已经白白浪费了3年光阴，你可知苍生受难，名声既还？你怎能如此卑微自私，只想着让你那点麦子有人割？你眼里只有你自己，全然不顾天下大义。难道你的家人从小就没教过你，凡事要以大局为重，不可如此贪婪自私吗？说得好，可惜我从出生起就是个没人要的孤儿，没人教过我什么是大义。我这辈子只学会了怎么活下去，怎么把麦子收进屯里。李仙云，你干活还是这么快，收完这地麦子连1分钟都用不上，我就纳闷了，难道这天下苍生没你李仙云一个人就救不活了？在座的这么多仙人，难道全都是摆设，一点用都没有吗？凡夫俗子果然如此，心中除了那点情情爱爱，哪里装得下半分大义？哼，简直是痴心妄想，竟然还想独占仙尊！要不是3年前一位魔尊偷袭，仙尊落难，你这种卑贱的凡人，哪有机会亵渎李仙尊的仙体？陈姑娘，劳烦在上面签字，我可以给你任何你想要的补偿。李仙尊，他一个手无寸铁的普通人，沾了您的仙气，能延年益寿，这已是他祖上积德天大的福气了。他现在最该做的是跪下来向您磕头谢恩，您居然还要给他补偿。李仙云，你是不是该当着大家的面把这些年的账算清楚？大家看好了，这是我当年从野狗嘴里把他抢下来时留下的，我摔断了这条手臂。那晚大雨滂沱，我拖着断掉的手骨爬回来给他煎药，那时候是谁眼眶都湿了，握着我的手说许诺这辈子都要和我白首不相离的。对我而言，这3年即便白费了也无所谓，可人生不过100年，这3年对陈姑娘来说已是人生中最珍贵的岁月，作为毁约的代价，我理应补偿她。白费了3年。李仙云，原来这3年在你眼里全都是白费的了。男人就算成了仙，也终究逃不过薄情这2个字。你现在这副样子，跟我那考了功名就逼着糟糠之妻和离的亲爹简直一模一样，满口仁义道德，实际上不过是仗着修为坐在高处俯视我们这些蝼蚁罢了。你们放心，我这人最怕疼，也最怕死，我绝不会像我那傻娘亲一样，丢了个男人就丢了魂，还要跑去跳崖行。这字怎么写？这些剑晃得我脑子乱得很，我竟然把字给忘了。签好了，你不必故意用这种方式拖延时间，更不必再对我有所执着，这对你我都没好处。送你的灵，里面装的是什么？他有些修为，以后留在这里替你看家护院，护你周全。李仙瑶，这箱灵虫，是因为你还记挂着我死掉的小狗，还记挂着昨晚对我说过的话，所以才送我，对吗？李仙瑶，你就连回头看我最后一眼都不愿意了吗？
仙尊，为何不现在就正道？他不过是个凡人，现在动手可比以后轻松得多。够了，他不行。谁说我不行的？李仙玉，你把话说清楚！哼，这刚签完和离书就开始说前妻坏话，人品真是差到了极点。走就走吧，心里空落落的给谁看？既然这仙门这么有钱，我倒要看看你到底给我留了多少宝贝。你们说的对，我就是个俗人，要是不俗，当年也不会从野狗嘴里把你抢回来当壮丁，白白用了个仙人暖了3年床，这买卖我算起来也不亏。李仙云那个伪君子竟然把我送给了你，想必你是什么了不得的狠角色，有什么折磨人的招数就尽管拿出来吧。李仙云，你给我站住！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李仙云，李仙云，你给我听好了，箱子里的东西，你确定是真的送给我了吗？那个8尺高、长得特别漂亮的男人，你真的打算留给我了吗？你可别后悔啊！李仙尊，您瞧那农妇，到底还是舍不得您，竟然一路哭着追过来了。哎呀，他跑得太急，摔倒在泥地里了。孽缘罢了。好累了，差不多得了，见好就收。我们老实人就是这样，收到这种大礼总得反复试探几次，万一对方事后反悔回来索要，那多尴尬。这个就像娘教过的，过年讨红包得反复推辞拒绝，但口袋一定要一直敞开着，好让人家顺手放进来，这样才显得咱有家教。坏了，得赶紧回家拆礼盒，看看我那新男人怎么样了。你这一招用的可真是狠毒，你是算准了我会饿死，想用这种法子活活耗死我吗？哎呦，你这老母鸡，我不就用了你几个鸡蛋吗？下手这么狠！听好了，我是不祥之兆，是你们这种凡人内心深处最恐惧的存在。最恐惧的东西，难道你是指贫穷？我是魔尊，沈兄。真是没想到，李仙虚竟然嚣张到了这种程度，居然把封印的魔尊送给我当礼物。传说中魔尊能单手引动天雷劫，是这世间最桀骜不驯的大摇头。不过想来李仙虚送我之前，肯定已经把你调试的服服帖帖了吧？这伤是李仙羽砍的吧？看着可真够狠的。哎，我问你，既然你被他打成这样，你那5条腿还都健全吧？算了，就算缺了1、2条我也没关系，我不介意。反正能替我守个门，看着也挺可爱的。仙云算什么名门正道？他们仙门集结9000之众，竟然趁本座洗澡的时候进行围剿，卑鄙小人！等等，你说你洗澡的时候被9000个人给看光了，这一点我可是非常介意的。看来你才是真正的强者，竟然寥寥几句话就能攻击本座的心房。说吧，你费尽心思把我留下，到底想要做什么？还能做什么？明天可是秋收的第1天，我得留着力气下地干活，睡觉。哎呀，你这人还挺体贴，知道用手给我取暖，真是太让我感动了。以前李仙霄的手也总是这么灵，我就是这样帮他暖热的。这被窝大得很，进来吧，我的爱宠。喂，你想干什么？你别想用这种方式攻击本座，放开！别闹了，老实点。你们给我等着，你也给我等着，还有你。别吓唬人了，赶紧下地专心割麦子。算了，以前李仙玉在这儿的时候，他干活可利索了，1分钟就能把这片麦子收完。他干活的时候还会顺便替我撑着伞遮太阳，渴了给我端茶倒水，累了还会帮我捏捏手解乏。没事的，你继续休息吧，毕竟李仙鱼是天之骄子，你比不上他也是很正常的事，我能理解。男人嘛，最喜欢互相比较，而且一个个心胸狭隘的很。我在心里默默少数，3、2、1。我说完这些，只用了3秒。姓陈的，
你给我看清楚，我比那个李仙鱼快多了。实在对不住王大叔，沈兄他干活手脚没个轻重，把您家的麦子也给收了，我这就给您运回来。哎，你那前夫李仙徐多好啊，人又贤惠又佳，干啥都让人省心。咱们村谁不惦记他？他那手艺能给母猪接产，能修坚固的水坝，就连村头闹夜的小娃子听了他的名号都能止住哭声。哼，至于你新招回来的这位，也就是个花瓶，中看不中用，我就不多说了。我怎么可能比不上他？那个李先义不过是个修无情道的伪君子。水利工程修筑图鉴，哼，不就是修个坝吗？这有何难？如何做好一个好夫君？李仙云，你居然还看这种书？看来我的爱宠自我提升的兴致很高，还是别去打扰他了。陈姑娘，正好路过此地，便来看看。上次送给你的那只灵宠，用起来可还乖巧？它很好，真的特别好，谢谢你送的礼。你若是觉得委屈，其实不必如此强颜欢笑。仙尊别用这种眼神看我，离了你，我这日子照样过得红火。瞧瞧，这围栏我修好了，你那些师弟师妹砍断的花草树木，我全重新种上了，母鸡的窝也搭得比以前还稳当。还有，我这屋里现在可住着个勤快念书的爱宠，比以前热闹多了。对了，你送的灵宠可真神了，竟然还会看书认字呢，它特别通人性又听话，你快随我进来瞧瞧。我送的那只灵宠身长约8尺有余，毛发颜色极浅，性格在灵兽中还算温和。对，个头是挺高，就是脾气稍微差了点。怎么会呢？那灵宠我亲自驯服过，性格最是乖巧。他现在已经学会定点如厕了，从前他可是随处乱来的。竟然以前还会乱上厕所，那可真是够丢人的。他还不怎么爱洗澡，你要每日带他去散步，否则他精力太旺盛，夜里会闹到床上去，就像个没长大的孩子。以后夜里若他闹腾，你就用这条绳子将他拴在门外。仙尊，这陈姑娘怎么还在拿杂事打扰您？如今外面雨灾横行，仙尊忙着拯救苍生性命，你竟为了这些琐事在这调情？这种时候，一条畜生的事怎么能跟人命相提并论？陈姑娘，我有要事在身，确实不能在这种事情小事上耽搁了。灵宠的事，你不必刻意拿来拖延我，你只需把它当成普通的狗儿对待，平日多揉揉它，多给些鼓励即可。明白了，谢谢仙尊指点，我不打扰您去救苦救难了。这也太夸张了，这真的是人能做到的动作吗？既然李仙灵能做到，那对你来说应该也不算难吧？你怎么在这儿？谁说我不行？既然他可以，我也没问题，我肯定比那伪君子厉害100倍。别乱动，当初李仙鱼可是能一次带10根这种绳子的，你连1根都受不了。对了，把衣服脱一下。果然，你费尽心思把我留下，就是为了刻意刁难折辱于我吗？别废话，李仙羽行事干脆利落，从无拖沓，你到底能不能做到？李仙尊刚才交代过我，让你以后安分守己，每日必须净身洗漱，规整自身仪态。听好了，若是屡教不改，肆意违逆，我便会依规对你施以惩戒，严加管束。你们竟敢如此羞辱本座！卑微的人类，我要毁掉你所有重视的东西。首先，我要灭了你的九族。我是孤儿，没有九族。那我就烧光你所有的钱财，让你穷困潦倒。可我压根就没钱，兜里比脸还干净。那我要毁了你的爱人。刚刚和离了，最近也没了。没家没钱没对象，一无所有，居然还能活得这么理直气壮，这种状态简直太强大了。那你活在这世上最重要的东西到底是什么？这些母鸡，还有新收进仓的麦子，再加上现在的你，就是我最重要的东西。竟然把本座跟鸡和麦子放在一起，这个女人的手段当真是了得。哼，不过是些吸引人的雕虫小技罢了。1两银子太贵了，1文钱，卖不卖？不卖我走了。哎，这女人竟然能把1两砍成1文，简直不容小觑，恐怖如斯。姓陈的，别以为这种事就能让我屈服，我堂堂……对了，这水烫吗？你到底在被子里放了什么毒药？为什么我一躺进来就觉得全身发软，一点力气都没有了？表现不错，明天继续努力，这就当是给你的奖励。
你对着我吹口哨干嘛？如果你要那个，也就是大小便，记得提前跟我打招呼哦。咱们村最近在争取绿色乡村的称号，你要是随地大小便，我的奖励可就没了。你竟然如此细心的关心我的这种私事，既然你这么离不开我，那我就勉为其难，在这里陪你过完这100年寿命吧。尊上，属下来迟了，请尊上随我回宫复命。尊上，您贵为魔界之主，怎能做这种事？快放下，让我来替您受这等奇耻大辱！你发什么疯？这种事也是你能碰的，给我滚远点！你这狠毒的女人，你可以尽情折辱我，甚至杀了我，但你绝不可以这样折辱我们的王！乖宝，这是你朋友吗？既然来了就是客，快让他别跪着了，坐下来喝杯热茶吧。尊上，您的名号可是3界最恐怖、最不祥的存在啊！他居然叫您乖宝！我明白了，这女人的实力定然在李仙瑶之上，尊上定是为了保全大局，才不得不在这忍辱负重、卧薪尝胆。尊上，属下实力低微，留在这只会拖累您，我先撤了。等我招揽就罢，定回老夫这该死的鼎炉书府。跑归跑，你他娘的随手关门啊！陈姑娘，我求求您了，您放走我们尊上吧。他在魔界那是何等的威风，那是起早贪黑，拼了命才当上王的呀！只要您肯放他走，我愿意留下来给您当牛做马，当奴隶也行。您不知道，前任魔尊性情怪戾，一众后辈继承人常年受尽严苛搓磨，在严苛历练里日日饱受煎熬。我们尊上天资出众，心性坚韧，咬牙扛过层层磨难，凭借自身毅力脱颖而出，才继任成为如今的掌权之人。可是我看他每天干活的时候，表情挺开心的。假的，那都是他为了活命在强颜欢笑。哪位王会甘愿在这当下人？不信的话，您现在放他走，看他愿不愿意回来。也是，要不是被那家伙给驯服了，脖子上还拴着绳，谁愿意待在这1亩3分地干重混活呢？我这地小，也确实不需要浪费这么大的劳动力。既然有人比我更需要他，那就放他走吧。行行行，你别哭了，等他回来，我就让他跟你走。乖宝，今天先别忙了。你这位朋友大老远跑来不容易，你陪他去集市上逛一逛吧。无事献殷勤，你又想干嘛？尊上，其实是陈姑娘想要买新的衣服了，让您陪着去挑挑呢。原来如此，是嫌那件旧了吗？对，咱们快走吧，尊上，事不宜迟。走吧，都走吧。这前夫送的爱宠，到底还是放生了才清净。也不知道那乖宝在外面能不能吃饱，这锅饭先给他留着吧。算了，任家的狗才会自己回来，这强扭的瓜到底是不甜的。瞧，我也不是非要谁不可，不需要沈兄，也不需要李先帅，以前我一个人不也过得挺好吗？地动了，不对，是连日的雨，山体在滑落。大家快醒醒，山要塌了，快跑啊，快往高处跑！众弟子听令，协阵护住老弱妇孺，不得有误。幸好他恢复记忆了，他这样的人物本就不该被困在这个小小的地方。坏了，家里的鸡笼还关着，那是李先贤割麦子拿第一亲手送我的母鸡，我们一起养大的。别回去，快走吧，不过是几只牲畜而已，命要紧啊！快跑，都快出来逃命去！李仙宁，救！你想喊谁救命？我那放走的爱宠，居然自己回家了！别，你把我丢了，就为了给那个李仙霄腾出位置？我哪里比不上他？那天沈兄买完肚兜，副手又哄着他回家带点特产，一来一回耗了不少时间。尊上，属下总算把您从那女人手里救出来了。看着我，说，我和他到底谁厉害？说话！说，到底谁厉害？你最厉害！
谁在逆天道而行，竟然强行逆转时光，重塑山河？是魔尊的气息，他不是3年前被李仙尊封印了吗？怎么会在这里？李仙瑜，这女人本座带走了。魔尊抓走了一个凡人俘虏，还有那家的一群母鸡。不能追，天下苍生需要我。奇了怪了，全村300余人竟然全部幸存，唯独少了那个叫陈玉言的农妇，还有他养的那群母鸡。李仙云，你那前妻为何会与魔尊有牵连？是他为了报复你抛弃他而勾结魔族，还是你与魔尊之间有着什么不告的私人恩怨？凡人纠缠3年，早已散了你的道心。要么杀其正道，要么领着100字阁仙鞭，你自己选。陈姑娘写给你的，她说这封信只能由您亲记。果然啊，那个农妇勾结魔尊，就是为了逼仙尊堕入凡尘。瞧瞧，连喜帖都送过来了，这妖女是想逼婚吗？仙尊，你万万不可上当啊！如果你真的要逼我回去，陈玉言，这未尝不可。李仙尊，斩信家。谢谢你送的宝箱，里面开出的男人现在变成我的夫君了，我们要成亲了。他为了感谢你，说要当面表演个后空翻给你看，你要来看看吗？不来也没事，反正他说不欢迎你。当初为了镇压魔尊，我随手将他封印进其中一个箱子，我以为他开不出来的。灵宠是犬类，我竟忘了沈兄身上有犬妖血缘，那箱子的封印只有我和我的命定伴侣能开。仙尊，你千万冷静，不要以身试魔啊！为了这种妖女牺牲自己，不值得。信上让我去，为了苍生，这一趟我不得不去。我看谁还敢在这合约上放肆，不服的大可以来跟本座过2招。这么久了，李仙玉边还没动静吗？既然没消息，那我就放心了，没人打扰，这日子过得真挺好。对不起，您没事吧？这坏鸡，我待会儿回去就把它关禁闭。妍妍，我怎么会在这儿？太好了，我们总算找到他了。妍妍，跟夫君回家吧。妍妍，我疼。妍妍，昨晚我不是才和你说过吗？今天要记得把院子里的柴火整理好。仙尊，您真是贵人多忘事，您瞧清楚了，这是当初您亲自让我签下的。妍妍，你以往都喊我夫君的，现在又在跟我闹什么脾气呢？你看，虽然湿了，但勉强还是能看出合理2个字，还有咱俩的名字。妍妍，我头好疼，我得先回房里休息一下，等咱们都冷静下来，再好好聊聊，行吗？你头疼就头疼，你吐什么血？没想到吧，生辰惊喜，快点过来把我拆开。完了，我不敢看，真的不敢看。你是从哪儿钻出来的卑贱小娈？该死的狐妹子，快滚远点，别脏了妍妍的眼！妍妍，他竟然伤了我！喂，姓李的，你少在这儿碰瓷！本座刚才根本就没动手。妍妍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你是要他不要我了吗？那些人说的没错，朱砂痣终究是比不上你的白月光，你心疼他了是不是？我要撕烂这虚伪的天地！闭嘴，先听我把话说完。李仙月现在受了重伤，还失忆了。你刚代表魔界跟3界谈和，如果这时候李仙尊死在咱们屋里，这天下就乱了。到时候谁也别想安生。哦，我懂了，妍妍，你原来是怕我有麻烦，你果然还是好爱我啊。我知道一个绝佳的地方可以埋人，绝对能掩盖气息，保证让那帮仙门狗眼子找不到。最终人也没埋成，而是安置在客房养伤。沈兄倒是主动把照顾死对头的活揽了过去。张嘴，给我喝药！千福哥，你还没死透吗？真是命大的让人可惜啊！妍妍，你看看这前夫脸皮多厚啊，他竟然还敢用脸主动打我的手！你看我手都打红了，我不管，我要闹了！够了，滚出去喂你的鸡！再让你照顾下去，这人都要被你玩没了。脸疼、心口疼、头疼，哪儿都疼。妍妍，
以前只要你亲亲我，我就一点都不疼了。那都是过去的事情了，别再受您的恩惠。如今能延年益寿，已经是天大的福气了。当初没给您磕头道谢，您还给我送了补偿，按理说我该感谢你。这是当初李仙鱼决定离开时，他身旁那些自诩清高的人对我的提醒。在你身边，终究是浪费了3年的光阴。对不起，我耳朵也突然疼得厉害，你说什么我都听不清楚。当初你们集结9000之众偷袭我，最后也才不过给我留下了这一道小疤痕。哼，我已经记不清这些伤疤是怎么来的了。我后面也有，虽然比不上你的大。那是昨夜情动时，我控制不住在他背上挠出来的。尊上，外面有人闯来了，他们叫嚣让陈姑娘放走李仙尊。明明是这尊大神自己赖着不愿意走，怎么倒成了我扣留他了？陈玉妍，你竟然与魔尊勾结，如此卑劣的逼婚李仙尊，你简直是个可恶的妖女！原来如此，李仙瑜这家伙竟然还在外面装这种深情戏码。行，人我答应送出去。陈玉妍，你根本不知道他为你付出了什么。当初他拒绝杀妻正道，宁愿挨100下足以毁掉道行的鞭刑，也要饶你一命。这一次，为了保住你的声誉不被那些流言蜚语重伤，他又主动回仙门领了责罚。算我求求你饶了他吧！明月本就该高悬在9天之上，他不该落入你这种凡尘土里。当初是我拼了命从那群野狗嘴里把李仙瑜救回来的，这片肉就是那时候没的。我只是个普通人，我也舍命救过他，这些债我们早就两清了。你说他是明月，我是尘土。但在我成为孤儿被遗弃之前，我也是家里人的宝贝。对不住，当初我确实说了太多难听的气话。这药是仙门秘制，能抹去你手臂上的那些伤痕。不愧是有犬妖血统的魔尊，这种摇尾乞怜的刑警倒是手到擒来。我就是他的宠物，怎么了？那你这种赖着不走的又算什么？只要妍妍愿意，我也可以试。行了，别吵了，你也辛苦了，喝杯水解渴渴吧。这水里我放了刚才那位仙门女子给的药，那是能让你彻底恢复记忆的灵药，李仙尊。现在的记忆想必已经都回来了吧？仙人们说，外面正闹着严重的灾荒，全天下的苍生都在等着您回去主持大局。这世上离了谁都能赚，可以少了一个叫陈玉妍的夫君，但绝对不能少了一个拯救苍生的李仙尊。抱歉，我确实逐渐记起来了，这些时日打扰了。哪有什么灵药，其实那不过是一杯最普通不过的白开水。陈姑娘，你难道还有什么未了的心愿吗？只要你开口，即便带你离开这凡尘。行了，你走就走吧，我可不会离开这儿。你要是真觉得亏欠，就把这只母鸡带走吧，全当是送客的礼了。多谢。也不知他从哪儿找来的理由。今日写信说鸡感冒了，明日写信说鸡生了双黄蛋。仙尊，这天下苍生正等您垂怜，别总盯着我这儿的一只鸡，请您以后不要再刻意用母鸡的事来打扰我了。关键是我夫君脾气不好，要是让他看见这些信，他会不开心的。仙尊爱这世间的万事万物，他亲自为那只母鸡立了碑，竟在大雪天里对着一座鸡坟落了泪。呸！真是虚伪做作，掉几滴眼泪顶什么用？有那闲工夫，还不如做点实际的。沈兄干脆让家里的母鸡们全都修炼成了小妖，一只只已经背起行囊离开了这个家。魔尊大人啊，您怎么能把我的麦子全给削了呀？削了又怎样？谁叫他们长得比我的麦子还要高，看着就烦。夫人啊，你快管管魔尊吧，他这也太不讲理了。阳光真好，我有些犯困了，还是别喊他了。等下次再见面的时候，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。坏了，早上馒头吃太多，竟然发起了犯晕。其实沈兄那家伙，打一开始就不是什么好料子。什么狗屁天道！老子今天就要铲平这不公！我命由我不由天！沈兄这辈子天不怕地不怕，即便是被九雷轰顶，也从未皱过眉头。妍妍，你看看，我是不是比那个姓李的厉害多了？对对对，你最厉害，你是这天底下最厉害的人了。